就是龙顺就是逼的。我们这次来这边的目的是太热了，还愿吗？哦，主要是有灵验吧？有哦，好厉害！我们刚刚问很多组都是来拜月老的，而且有一个还有成功，我没有成功过。啊，真的吗？那现在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一起来听神剧透。我是 Vicky， 我是高丽。大家你们应该都有拜拜的经验吧？可是会不会觉得啊，就是每次都跟着长辈去拜完，然后就过去了，然后刚刚的流程到底是什么？就每次去都好像只是拜个心安，可是正确的流程完全不知道。真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神剧透，我们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听神剧透我们的人生，然后也借此跟大家分享台湾的一些在地的庙宇文化。对，那你之前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吗？我自己是没有，可是我真的应该要跟大家分享我朋友一个超级灵验的经验，就是我们两个之前一起去拜月老，然后他那个准备之充足的，2个礼拜之后，哇，他跑出4颗桃花，他当时喜欢的学长，他现在的男朋友，他国小喜欢的人，通通同时间全部跑回来找他。那你拜完之后嘞？没有，没有，是不是因为你们都乱摆啊？没有。根本是你们乱拜。那不然我来考考看你们的。第一，拜完要插香，如果插的人正确的 ，A 男生移左手，女生移右手 ，B 有插就好。A 对啊，太想看我们了。下列哪项贡品不能作为文昌帝君的贡品 ？A 矿泉水 ，B 乌龙茶 A 太没诚意了。B 乌龙茶。 ，B 乌龙茶。第三，拜月老时不适合穿哪一个衣服 ？A 大地色或栗子藕色衣服 ，B 黑暗系列。暗色系吧。B 进阶题，神明食物连连看。然后以下有4位神明，有4个食物。前词是月老，然后妈祖喝茶。不行，这样子我好想要妈祖忘记了。一半一半。一半一半。正确答案，最后一题魔王题，土地公、玉皇大帝、陈寰宇、文昌帝君。谁会啊？不行，我放弃这题，我投降，好不好？路上的人他们都知道，直接去问问看路上的人。对啊，对，街头实测。于是我们跑到龙山寺前街访。拜拜插香的时候 ，A 是男生用左手插，女生用右手插，还是 B 只要有插就好 ？B 吗？是 A。B 吗？啊，我都是用左手插哎。B 吗？错，是 A。我也觉得。 A 吗？哦，对，所以你们 A 男的答对。我很厉害。拜文昌帝君的时候，哪一些物品不能作为贡品 ？A 矿泉水 ，B 乌龙茶。乌龙茶吗？结果乌龙茶吗？对，是 B。乌龙茶，我也觉得乌龙茶。A 啊，去拜月老的时候，你不能穿下列哪一种衣服去拜拜 ？A 大地色、藕色、绿色的衣服。B 是暗色系的，越低调越好。低调越好。选 A 我们就要出来了吗？B， 然后就是 B。尴尬。完蛋了，我喜欢绿色，怎么办？我也觉得 A 啊，那是 A 的。知道的应该是 B 吧 B 暗色系。暗色系，完了。你怎么还穿黑色的来？哦，黑的彻底。 B 吗？答对了。可是我感觉 A 它就像戴绿帽，什么穿绿色的啊。喜欢吃的食物连连看。我只知道土地都喜欢喝仙草，对来吃麻酱。说不定阿公就喜欢喝草啊，妈祖喜欢吃马吗？拜月老没有做功课。可能香菇吧。好，那我相信你问题了。然后妈祖可能是麻鸡。叫大的是那个呢，仙草蜜。那就仙草蜜吧。那来仙草蜜。你喊着仙草蜜，然后画茶。妈祖哦。好。这个例子就是有没有1对2的感觉？还是换你来出题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答对。我是台湾文化小达人。陈华烈。我觉得这是什么？我运气一向很好。好，听到了。那我觉得是错的。那我就错了。对，那运气一向很好。没有月老这个哦，对不起。月老虔诚信徒。这个呢？土地公。第2张图，大家跟土地公很熟。冲王爷。其实大家都很厉害。对啊，我们自己查资料之前根本就分不出来。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蛮厉害的。那个神明图的那一题，我们真的是觉得终极大魔王就大嘴巴。
A B C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才疏学浅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佛脚？这个吗？临时泡佛脚。天哪，我们赶快看一看，才可以带你们进去导览。导览。走走走走。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拜拜流程，跟我们一起进去吧。终于来到了我们的重点季，就是想必大学生一定都有办过周团行程，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告诉大家到底怎么办，还要准备在大学成功脱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手上是我们今天准备的一些工具，这个来客呢，它准备来客跟筷子，然后它代表的就是好人分快来，这个是对，就是一男一女的巧克力，我觉得它很可爱，然后而且又是成双成对的，所以我们觉得月老应该会很喜欢。然后这个是桂圆蛋糕，因为月老就是很喜欢吃甜食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准备的贡品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拜拜啦。但是我们现在要先提醒大家一下，有一些小禁忌要记得。拜月老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。就是呢，你拜月老的时候不能直接冲到月老前面，你一定要先跟其他的人，就是主店的人先打个招呼，然后才可以顺路拜进来。我们要当有礼貌的乖小孩。第二点是要注意穿着，就是来这边的时候，现在是因为疫情期间，所以我们要戴着口罩。但是平常如果有戴帽子、口罩、太阳眼镜的话，都要记得拿掉，就是要露出美丽的脸蛋，这样子月老才会知道你是谁，然后帮你牵对的红线。还有一个就是龙山寺现在因为环保，所以它不提供香。不过你到其他庙宇如果有香的话，记得不能用你的嘴去吹它，不能让祭拜神明的香沾到你肮脏的口水。有男朋友了吗？没有。他没有，就是要求而已，他有问。哦，不用哦。你就是要跟他求红线而已啦。哦。有了就不能求红线，再求一条红线就是逼的。懂意思吗？就是没有才来向他求一年红线。你贡品供了，有没有全部拜过了？有。拜完了，拿了个杯，拿起杯来，对吧？第一称呼神月老，第二介绍你自己。第三誓言就是要向老请求一个姻缘，要一条姻缘红线，请月老帮我牵好姻缘，是我3个圣杯，有人信3个圣杯才拿红线，对，帮我拿起就好了。所以如果是没有男朋友，也不会问说什么时候可以交到这种。什么时候他哪知道？你的姻缘有的浅的，有的深的啊，他要看你的姻缘簿啊，每个人不一样啊，这样懂吗？介绍你自己。第三誓言就是向月老请求的姻缘红线，借由菩萨你的炉来过炉加持，用左手顺时钟绕时间，净化完了以后，就把它放进去，跟这一样，它折起来放在你的皮夹里面，让它红线露出来，跟信用卡、银行卡一样，就会接收磁场，这样懂意思吗？每次来都可以过炉加持，增加它的能量，懂吗？完了。再把你的贡品带回去吃平安。然后我们现在刚拜完了月老，但是呢，龙山寺如果你想要得到红线的话，其实是需要用求的，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，所以要三次连续的行不会才可以拿到。那如果月老觉得不行，你的缘分还没到，他就不会给你。对。那还有另外2点要注意，就是虽然现在龙山寺它没有提供结缘茶跟喜糖，但是你喝结缘茶的时候记得。不能吹，因为这样会把你的缘分吹散。然后喜糖的时候你也不能挑，你要看到你就直接拿，不然月老会觉得你很挑，你难搞，挑剔，然后就会很难帮你牵红线。打开包装试试看。那我们今天的龙山寺之旅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。大家不要忘记刚刚提到的5个月老禁忌。刚刚大家跟着我们这样逛过，也可以知道龙山寺这边其实有包山包海的神明可以让你许愿。对，而且这附近的商圈还有算命街都很发达，所以有空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来这附近走走。还是我们等下去算命哦。好，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带大家去探索龙山寺的地下奥庙。最后，我们要借用一下学长的梗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把我们的影片分享给你所有兴趣的朋友。想脱单的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辛苦的摄影师。OK， 拜拜。其实他是这样。